这俺妈的大字不是一个啊，俺收不了200块钱，收回来这一堆这是啥呀？人家说是锡条，准备用500块钱买走嘞。呀，可以肯定一点的，你这绝对不是锡啊，这锡哪有这么白？我看着这倒像银条，200块钱收回来，这绝对是大赚特赚啊！有没有可能是白金？因为我用吸铁石吸了，都吸不动。吸不动，那你也不能证明说是白金啊。吸铁石只能吸铁啊，因为白金的密度和黄金差不多。而你这些我用手托起来很轻，哎，整体托一下，确实很轻。再说颜色也不像啊，白金并没有这么白啊。你这一堆还不轻嘞，是啥样的人会200块钱卖给你嘞？我听他说啊，是2个年轻人因为俺妈她也不认识啥，那是嘞，加上他俩喝的醉醺醺的，买回来就交给我了。收破烂有时候确实能捡到漏，哎，尤其是那种啥都不懂的，再加上喝点酒，哎，他把这10根这个银条当破烂给你卖了。那你说这500块钱，能卖给俺邻居不？那肯定不能啊，因为我对这个银子也不懂。那银子多少钱呢？那银子不按斤算，搁平时啊都是按克来称的，1克6块左右。那1斤的话，大概在3000的样子。邻居给你开500的话，肯定是看你啥都不懂，500块钱卖给他肯定亏啊。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价格，有一个北京的老专家说啊，这是古代徐美丽银条，一根价值几十万了呀。看你这隐藏的挺深啊，一会儿200块钱他妈收了，一会儿邻居500块钱要买走了，这就变成几十万一根的徐美丽银条了。我给你来讲一下这个徐美丽银条啊，它是属于越南的贸易银条，通常都是10两重量为一根，过去1两是37.3克，10两的话就接近370多克了，而你这一根也都80克呗。从重量、形量上来说，它们两者区别特别明显。从器型上来看，比你这个长，比你这个宽，也比你这个厚，而且啊，它是有形状的啊，属于中间洼4侧突出，整体上就像一艘船一样有弧度，哎，两侧打了有明显的钢印。而你这些啊，我看这都是我们个人熔炼的这个银条而已。并不是什么古董，也没你说的价值几十万一根，你不要听网上那些专家胡叨叨。他们说的很有学问啊！他说像你们实体店根本卖不上价，只有遇到懂收藏的人呐，他才几十万一个人买，准备让我带着去。那他不这样跟你说，对吧？他恐怕也说服不了你们。我给你简单的讲一下他们这些专家的套路吧。就比如说他妈这200块钱收回来的这些银条。他们之所以能给你报几十万一根，目的啊，就是先给你洗脑，营造出这个银条比较值钱的氛围，对吧？获取你的信任，然后说是你带着东西去大城市找他们，到地方之后能卖多少钱就由不得你了。开始啊，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，后续还有拍卖费之类的。你想想，银子本身就很便宜，几十万一根，你说卖给谁嘞？谁会掏几十万会买这样的东西嘞？只要能帮我卖几十块钱一根的话，这个给他一些费用也无所谓了。那是嘞，这叫劳动报酬嘛。那关键是当真的人很多呀，一听说几十万，对吧？都开心的不得了。真正卖出去的没有一个。就以你这些为例啊，这并不是什么徐美丽银条，也没有什么古董属性，这叫观赏性吧？你看又没有。哎，当你给他们付完各种费用之后，几个月、1年，有的甚至2年，卖不出去的时候，到时候你自己啥都没卖回来了。哎，反正这东西来的也便宜，200块钱的成本，对，我可以试试嘛，大不了就浪费点时间嘛，不是？那是你去试试也行，不到长城非好汉。有些事你不去经历一下，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你只需记住一点，如果往里边花太多钱的话，你就果断收手就行了，因为你花的钱越多，到时候你越不好收手。到时候看吧，反正说不定还能多卖钱，是不是？好吧，那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那只能祝你梦想成真。谢谢，没事。来，老板，你看我这啊，俺朋友借我2000块钱嘛，不是啊？他这个人比较小气，开挖掘机的上车挖到一堆这起火了，看是不是白金的？哎呀，你这朋友可不小气啊，这出手还是蛮大方的。我先给你数一下数量，整整是13根。这绝对不是白金，因为这个白金啊，颜色不可能这么亮。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，这听起来比较实。如果这是白金的话，比重不会有这么轻，欠你2000块钱也不至于把这些东西给你啊。你不知道啊，他这人抠得很。他平时挣的工资都交给他媳妇儿了。手里边零花钱基本上都是借的。
哦，那借钱这个事儿基本上都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按理说2000块钱也不多，他开挖掘机一个月咋着也得1-2万，稍微抠点钱下来也能把你的钱还上。再说了，这些东西你连是啥都不认识，你说吃亏赚便宜这事该咋弄呢？所以我今个不是老板来鉴定鉴定吗？拿回家之后咱家里边人都说是铝的。如果真是铝的，那我不是赔大发了吗？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哈，你这不可能是铝。第一啊，铝条的话，它的比重比较轻，说实话，托在手里边没有这样的质感。第二，铝的熔点比较低，它在完全融化之后啊，冷却的时候没有这么白，颜色应该是呈灰白色，所以这个颜色也不对。所以不是铝我都放心了。俺家里边人不认识也很正常。那是。说实话，我看着有点像白金，有可能是挖的，拿个大对珠啊，对。我感觉要发财了，如果真是白金的话，这些东西你也不能要了。是白金，它的价值都高了。它挖出来的东西啊，本来就不属于它自己，这还好不是白金。白金比重啊，要比这沉。你这10几根的话，我感觉大概得有7、8斤。要是白金得有7、8斤，我现在拖大概也就4、5斤的样子。白金颜色它发乌发暗，可不是这么刺眼的颜色。我这感觉东西啊，这应该是银子。银子，对那银子的话，这多钱一斤？他欠我那2000块钱，我会不会吃亏？银子的重量通常都是按克来算的，现在1克也就是5块大几，1斤的话折合下来3000了吧？你这4、5斤算下来差不多过万了。对于欠你2000块钱来说的话，那相当于你这是捡个大漏。老板，我咋感觉这是给过去的股东你按银子给我算，是不是太亏了？有没有可能价值几十万呢？哎呀，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你这不是价值几十万的东西。如果真值几十万的话，他挖掘机挖出来的东西你也不能要。只要是地下挖出来的东西，都得上交给国家。为什么说你这不是股东呢？第一，你看器型，过去的银砖啊，它没有这样的，这一看就是个人把银子融化之后做出来的条形。第二，我看这也不是挖出来的，这个因为银子啊，它比较容易氧化，在潮湿的环境下，它肯定变色。你拿出来了，你看这都是明光光的，这一看都是最近几年才出炉的。如果真是过去古董的话，首先它的价值绝对是高于人家的，因为无论怎么样吧，反正对于你来说绝对不吃亏。2000块钱上哪买这几斤重的银子？你分析的可对，老板，我感觉，就是有一点我还不明白这些东西我能不能要？别回来我卖了以后，我朋友又说值多少钱，别叫我赔就行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能不能要？我只能说需要你跟那朋友当面对质。第一啊，把他这个银条的这个来历搞清楚。第二，咱作为朋友来讲啊，他以前是借你2000块钱，这些银条我刚才不是给你分析了吗？我认为啊，它价值值1万多。就像这种债务不对等啊，作为朋友，说实话你也不能赚他的便宜，最好啊还还给他，把你那2000块钱老老实实要过来。说实话，现在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感觉嘞？是嘞，老板，我感觉你说的太对了听你这一说，胜读10年书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谢谢没事，还拿回去还给他吧。走，好。